大喜日子，新郎从花轿上下来，却让所有人都傻了眼。只见他眼神呆滞，鼻孔朝天，浑身瘫痪无力，连路都走不了，还得找专门的人背着才能下地。到了拜堂的时候，两个壮汉架着新郎，新郎却连鞠躬都做不到，只能勉强作罢。可就是这样一个新郎，却娶到了全镇最美的女人。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，银娣是小镇上远近闻名的美女，从小没了父母，一直和哥嫂生活在一起。随着银娣的年龄越来越大，镇上不少单身汉都打起了银娣的主意。这天又来一个流氓上门，好不容易才打发走，嫂子就着这件事谈起银娣的婚事。然而银娣早已经芳心暗许，给了药房的伙计小刘，两人暗生情愫，却一直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。这天姥姥姥爷上门探望，顺带说亲，前2天小刘去家里提亲，是个老实可靠的孩子，嫁进一点娘家也好有个照顾。银娣被说中心思，满脸害羞。到了晚饭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媒婆的大嗓门，媒婆把嫂子叫到门边，说是给银娣说了门好亲事，对方是当地有名的乡绅姚家二公子，二公子有学问，和气又斯文，什么都好，只是眼睛有点不利索。大嗓门吹得天花乱坠，哥哥嫂子听到对方家财万贯，眼睛都亮了。送走媒婆后，便第一时间来和银娣商量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银娣只是提了一嘴小刘上门提亲的事，嫂子的脸立马就黑下来。小刘这穷小伙子能有什么出息，根本比不上人家，难不成还想跟着吃苦吗？银娣纠结了一个晚上，朦胧的爱情和物质比起来不值一提，最终同意了这门亲事。定亲下聘拜堂，银娣从一个小镇姑娘摇身一变成了姚家二少奶奶，可谓是羡煞旁人。会门这天，兄嫂摆了一桌酒席请客，媒婆也在其中，却心不在焉。听说银娣要到家门口了，立即告辞。不久后一阵响动，2台大花轿迎着人群来到门前，锣鼓喧天，好不热闹。新娘银娣下车，雍容华贵，果然入了豪门就是不一般，可脸色却出奇的难看。众人又把目光转到后一台轿子上，可这一下所有人都傻眼了。原来姚二爷不仅眼瞎，还患有软骨病，同时伴有哮喘和眼疾，走路都要有人扶，生活几乎无法自理。兄嫂对此事也颇感内疚，可嫁出去的女儿好比泼出去的水，后悔也来不及了，只得劝慰银娣好好伺候丈夫，孝敬公婆。银娣搬进大宅子，做起豪门少奶奶，都以为她是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可只有银娣知道当中的苦。姚家家大业大，银娣出身低微，在婆家没少受冷眼。丈夫二爷整天卧病在床，以药相伴，稍有不注意就是每天咳嗽喝药，伴着咳嗽声入睡。不仅如此，二爷还脾气暴戾，稍有不满就摔砸东西。银娣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又寂寞的深夜，灵魂仿佛也被这深宅锁起。她不再是以前那个浪漫的少女，开始变得小气傲慢。有时候她会故意利用二爷看不见，在她面前敲碎二爷作为保命的佛珠，阳奉阴违。看着丈夫气恼的样子，银娣的心里才能爽快一点。深宅里唯一的安慰就是三爷，三爷生性风流，垂涎于银娣的美貌，经常与银娣调情。对于银娣来说，每天对着连下床都困难的丈夫，自然心情苦闷。有三爷时常解解忧愁，也不失为一件乐事。两人甚至还会当着三少奶奶的面打情骂俏，三少奶奶看在眼里，只觉得膈应，但她敢怒不敢言。尽管这样，银娣始终不敢逾矩。几年之后，银娣为姚家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取名玉溪。婆婆转变了对银娣的态度，银娣终于在姚家挺直了腰板，第一次有了冲破枷锁的念头。一男一女来到佛堂前，他们不是夫妻，也不是情侣，二人含情脉脉，眉来眼去，顿时心中一顿躁动。可手中的孩子还是个麻烦，直接就把他放在地上。这时候门外传来脚步声，三爷赶紧停下手上的动作，银娣却不在乎，对他而言，要命也好，至少能在他死之前体验一把为爱疯狂的滋味。可三爷到底还是理智的，对于银娣也不过是玩玩，转身无情离去，留下银娣在原地发愣。怎么就一头热血？万一被人知道，他有什么脸再活下去？孩子被放在地上，一不小心就着凉发烧，这把二爷急得大发脾气，到处摔东西，埋怨银娣，他不是想当红杏出墙。银娣被说中心事，强装镇定。门口来传话的三太太看到这一幕，露出了一抹轻蔑且不易察觉的笑。到了深夜，银娣听着枕边人那好比杀鸡一般的酣睡声，越想越觉得来日无望。她起身来到孩子身边，不舍得看了最后一眼，又来到杂物房，打开窗户，在房梁上挂上白布，站上椅子，想永远离开这个困住她的四方天空。可惜被人救下，自己没死成，在这样生与死之间兜兜转转，银娣又熬了3年。在这3年里，丈夫二爷病中去世，不久后婆婆也撒手人寰，银娣没了束缚，以为总算可以熬出头了，走路的步伐都轻快了许多。当时正值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没了主心骨，姚家上下吵着要分家。
长辈们合桌而坐，商量着家产的分配。营地作为唯一的女眷，又没有强大的娘家做支撑，只能分得部分家产和一处房产。营地对这样的分配结果很是不满，当即拍案而起，哭晕在婆婆的灵位前。即便这样，也没人愿意让步，就连曾经暧昧过的三爷也不例外。转眼又过去了几年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营地把仅有的财产打理得有声有色，日子过得也很滋润，完全不愁吃不愁穿。可她一直没有改嫁，没有爱情的滋润，身边也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，营地难免寂寞孤独，破碎的情架中藏不住眼泪。儿子慢慢长大，她多少能放松一点。这一年的春节，管家传来消息，三爷登门拜访，营地顿时来了精神，吩咐管家把客厅的火炉烧起，然后兴奋地梳妆打扮起来。到了楼下，三爷三两句就聊起从前，在酒精的作用下，双方的情愫渐渐上升。三爷的情话把营地撩拨得意乱情迷，两人正要温情一番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。营地起身打开门，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是前来讨债的。营地这才明白，分家后的三爷嗜赌成性，整天游手好闲，不仅把家产败了个精光，甚至还欠下一屁股债。这次前来也根本不是想重温旧情，而是想骗自己的钱，期望落空。营地一巴掌甩在三爷脸上，彻底结束两人的纠葛。看到营地这么不给自己面子，三爷也翻了脸，留下狠话转身离去。营地的心比大寒天还冷，只能借酒消愁。没想到的是，三爷在暗地里带着营地的儿子玉溪花天酒地，只为了报复营地。这个新媳妇有多惨，新婚第一天就被准婆婆嫌弃长得丑，直接被打入冷宫。不仅如此，新媳妇还要亲眼看着自己的丈夫纳妾，她一脸病态，瘫倒在床上，和周围喜气洋洋的众人格格不入。营地守着自己那点家产，可谓是一毛不拔，活成了一副贵妇太太模样。每天最大的爱好就是在戏场里看戏。这天正和好闺蜜一起看戏，正巧遇上儿子玉溪。从闺蜜口中，营地得知玉溪在和玩世不恭的三爷花天酒地，气得营地直接飞奔下楼，想要找到儿子说教一番。结果被人告知，玉溪前脚刚和三爷一起包车离开，营地顿时一阵发寒。他第一时间回到家检查自己的财产，他太了解三爷那副德行了，无非就是为了自己家那点财产。营地越想越气不过，一直等到儿子回家，他唾沫横飞，把玉溪臭骂一顿，结果无意间又瞥到儿子衣服里藏着的钞票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在母亲的厉声逼问下，玉溪吞吞吐吐交代是三爷借给自己的。营地顿时火冒三丈，对着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狠狠教训一番，还是管事的佣人拦下，这才平息营地的怒火。为让玉溪安心待在家里，他开始让儿子吸食大烟，对钱财越抓越紧，没有钱看你怎么出去玩。又为了防止玉溪玩物丧志，营地决定给儿子娶个媳妇。经过媒人介绍，营地为儿子挑选了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寿芝。营地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谁知掀开盖头那一刻，营地和玉溪才看到寿芝的真实面容，奇丑无比。营地仿佛体会到自己出嫁时的沮丧和懊恼，玉溪有些尴尬，在媒婆的催促下完成仪式，但营地直接拉下脸，喜酒都没喝，就一个人闷进房间。可怜的新媳妇刚过门就吃上婆婆的闭门羹，又不敢吱声，营地却越发过分，经常对寿芝冷言冷语，甚至破口大骂。寿芝自然受不了，便在丈夫面前哭诉，一次两次还好，但次数多了，玉溪也没了耐心。营地不仅要和玉溪说新媳妇坏话，还要和自己的闺蜜团吐槽。听着这群贵妇肆无忌惮的笑声，寿芝一口气没喘上来，直接倒下床，叫来中医问诊，这才知道寿芝患上了痨病。借着这次病情，营地直接不让儿子玉溪和寿芝同房，更是找到了为儿子娶二房的借口。他一心想要抱孙子，刚好碰见面容姣好的贴身丫鬟冬梅，便把冬梅纳为姨太太。说是姨太太，其实不过是用来生儿子的工具。冬梅的肚子很争气，没过多久就中奖了。营地更加嚣张，每天直接搬把椅子坐在门口对着寿芝咒骂丈夫的冷漠和婆婆的虐待，寿芝终于含恨而亡。时间一年年的过去，冬梅为玉溪生下了一儿一女，营地很是开心，但连年的战乱不知让这个家还能再支撑多久。仆人被遣散，院子荒凉，母子俩整日躺在床上吸大烟，消磨时间，麻痹自己，等待命运的安排。营地老态龙钟，回想自己这一生是怎样从一个天真少女变成一具失去灵魂的空壳的。怨女翻拍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《营地的悲》，是她一个漂亮女人守寡，后半生还为了个儿子辛苦操持。营地不过是众多劳苦女人嫁入富贵家的缩影罢了。这类女人若不是本分老实，受人欺负，就是像营地这样泼辣货。不过与其一生凄苦，还不如来个轰轰烈烈，宁可痛苦不要麻木。也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了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